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侯友宜以谨慎的中国立场参加总统竞选。金融时报，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已选择该国最大直辖市的现任市长侯友宜作为1月全国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 Terry Gou 是世界上最大的 iPhone 组装商，他在提名中落败。侯友宜对北京的态度比郭台铭要谨慎得多，更有可能吸引绝大多数反对与中国统一的台湾选民。尽管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但该岛已经管理自己的事务70多年。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北京一直没有控制它。然而，中国威胁说，如果台湾永远抵制统一，将以武力夺取台湾。国民党继续认同中国，这是北京的优先选择，但台湾选民倾向于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交替。国民党选择了温和派，可能缓解军事紧张局势。纽约时报，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已提名侯友宜为明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现年66岁的侯友宜担任过2届新北市市长，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并享有试图在中国找到中间立场的有能力的管理者的声誉。近年来，国民党一直在努力平衡其对华友好形象和对北京的情绪恶化，特别是在他推动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导致2次选举失败之后。侯友宜的提名使他与执政党候选人赖清德对立，赖清德可能会继续执行中国将台湾冻结在高层接触之外的政策。侯友宜的胜利可能会减轻台湾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压力，并重新打开与中国的沟通管道，从而可能缓解军事紧张局势。当澳大利亚沉睡时，四方峰会分崩离析。悉尼先驱晨报，美国总统拜登取消了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计划。此前他决定缩短亚洲之行的时间，以便专注于与共和党就提高联邦债务上限进行谈判。他的决定迫使原定于10月20日在悉尼举行的四方领导人峰会取消。这次会议将汇集日本总统拜登和岸田文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印度总理内伦德拉·莫迪，讨论地区安全和其他问题。乌克兰否认俄罗斯摧毁了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路透社，乌克兰否认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在空袭基辅期间摧毁了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说法。俄罗斯国防部周2声称，爱国者系统在对乌克兰首都的夜间空袭中被摧毁。虽然2名美国官员后来承认爱国者系统可能遭受了破坏，但他们强调的似乎没有被摧毁。爱国者系统是去年莫斯科入侵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几个先进防空单位之一。埃尔多安承诺支援者在第2轮选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半岛电视台，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宣布，当土耳其选民重返投票站时，他将在12天内寻求更大的胜利。埃尔多安的支援者将与他站在一起，也为他寻求第3个总统任期和20年统治的5年延长。5月28日，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埃尔多安必须面对他的反对派领导人凯莫尔·基利奇达罗格鲁的第2轮比赛。尽管他在周日获胜，当埃尔多安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完全胜利时，他的政党正义与发展记录了自2002年上台以来的最低支援率。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国旗日？为什么它如此有争议？半岛电视台，耶路撒冷的民族主义游行可能会引发紧张局势并引乱，也为右翼以色列团体计划举行游行以纪念耶路撒冷日。这一天庆祝耶路撒冷在1967年被占领后所谓的统一，并在5月22日举行。游行前几天，在以色列为期4天的轰炸造成33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之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停火后，紧张局势仍然很高。数千名年轻的东正教犹太男子将在旧城的穆斯林区游行，这一挑衅导致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中国放宽旅行限制后，日本4月游客激增至近200万。日本时报，日本4月份接待了近200万外国游客，这是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最高数位，原因是中国放宽了封锁限制，开辟了旅游管道。
这一数位仍比封锁实施之前的2019年4月低33%。虽然中国已经放宽了出境旅行限制，但在旅游业恢复到2019年的水准之前，航班短缺问题仍有待解决。几乎所有前往日本的入境旅游都停止了2年多，直到2022年6月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日元对欧元和美元走弱。内阁关于大量移民人数的斗争公开爆发。金融时报据 Inside Politics 报道，英国政府的计划是在成功兑现其对选民的5项承诺后，参加下一次选举。然而，政府远未兑现这些承诺，除非有什么改变，否则其选举论点将是黑。2%还不错。根据该平台，保守党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增加他们不打算实现的第6个承诺。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 表示，目前像英国的移民水准正在对住房和公共服务造成不可避免的压力。Suella Braverman 主张减少移民和加强控制。然而，杰里米·亨特 （Jeremy Hunt） 和各个支出部门呼吁进行更多的移民，以说明填补空缺并保持经济运行。工党也出现在新闻中，例如通过增加可以开始购买香烟的年龄来逐步禁止吸烟，这被认为会增加对保守党目标的关注。工党的政策纲领将在7月中旬的工党国家政策论坛会议上敲定。警方怀疑纽西兰旅馆纵火造成6人死亡。英国独立报昨天在惠灵顿纽顿郊区的一家旅馆发生的火灾现在被警方视为可疑，恐怕至少有6人死亡，只有不到20人仍然下落不明。纽西兰消防与应急助理国家指挥官布鲁斯·斯塔布斯 （Bruce Stubbs） 表示，由于大火的严重性，他们将这一事件视为可疑事件，并在方法上有条不紊。警方已对涉嫌纵火行为展开凶杀案调查，调查预计需要几天时间。当局还在审查住宿的建筑法规是否是和睦的。乐福协旅馆的住户一般是建筑工人、医务人员和因轻罪服刑的人，被当地慈善机构描述为脆弱。岸田、拜登和尹将在7国集团 G7 上展示在北韩和中国问题上的团结。日本时报来自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将在今天广岛7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加强关系，以回应朝鲜和中国的自信。他们的议程之重将是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导弹威胁，在一系列导弹试验，包括上个月发射5次弹道导弹之后，紧张局势加剧。这3个国家在威慑措施上加倍努力，例如连接雷达以跟踪朝鲜导弹，并将在广岛会议期间讨论即时情报共享计划的细节。他们还将讨论经济安全，加强供应链和朋友圈，同时寻求减少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本月早些时候，东京和首尔的官员就经济安全问题举行了首次磋商。俄罗斯下令逮捕批评乌克兰战争的著名制片人和导演。多伦多星报莫斯科法院已对戏剧导演伊万·维里帕耶夫和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罗德尼扬斯基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散布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资讯。罗德尼扬斯基是乌克兰血统，是克里姆林宫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此前曾被俄罗斯司法部宣布为外国代理人。Rodnyansky 和 Vyrypiv 都在海外，俄罗斯官员只计划在他们被捕或引渡后将他们拘留。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国家已将任何反对战争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印度是否通过举行 G20 会议来预测喀什米尔的常态？半岛电视台，印度将在印控喀什米尔举办 G20 旅游会议，这是自2019年印度政府取消其特殊地位以来该地区的首次全球活动。该活动的组织旨在促进该地区的旅游业，向G20代表推广其风景如画的喜马拉雅山谷。然而，居民和专家表示，这次会议旨在投射正常的虚假形象，并淡化印度残酷和镇压性的剥夺喀什米尔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的民主和其他权利。国际社会的大部分人将印度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很少有人对该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发表意见。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因腐败定罪上诉败诉，维持监禁判决。英国独立报，法国上诉法院维持了对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的1年徒刑。此前他于2021年因腐败和影响力兜售而被定罪。
他被判犯有试图贿赂治安法官以获取有关他参与的法律案件的资讯的罪行，这标志驻法国前总统首次被判犯有腐败罪并被判入狱。现年68岁的萨科齐否认有不当行为，并对裁决提出上诉。他的律师说，他将把案件提交法国最高法院，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萨科齐不必服刑。如果他被最终定罪，他可以要求在家服刑。这位前总统在2021年的另一起法律案件中被定罪，涉及非法竞选融资。上周，检察官要求将他送交审判，指控他参与从已故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戈达费 （Muammar Gaddafi） 那里为2007年的竞选活动获得数百万美元的非法资金。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